我能无限复活，却是个胆小的窝囊废。为了锻炼我的气魄，上司把我丢进 Top 10的恐怖电影里进修体验。可面对邀请我去鬼屋探险的同学，我吓得立刻退学，跟他绝交。面对要囚禁我的杀人犯，我又吓得先一步抹了脖子。我这就死，求求你别杀我！凶手当场吓疯，大喊着怪物就往外跑。我也吓得不轻，狂追过去抱紧他。怪物在哪儿啊？你别跑，我害怕。我叫许一，从小就拥有不死之身。为了防止被科学家抓去解剖，从小我就活得小心翼翼，就算受了欺负，也只敢默默吊死在别人家门口。就这样死遁10几次之后，我惨遭调马，被抓进了一个名为灵异调查科的地方，俗称抓鬼大队。但我们的工作跟抓鬼还有一定的区别，比如有时候我们抓的连鬼都不是，它甚至可能是一部电影。可电影怎么抓？听着上司钟然对于新任务的介绍，我彻底懵了。就在上周，电影院忽然上架了一个名为《七宗罪》的深夜电影。可诡异的是，这部电影没有任何介绍和信息，就连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是谁开放售票服务。但秉承了有钱白不赚的道理，他们还是在当晚开放营业。然后当天进入影院的6个少年和一个工作人员全部失踪。我倒吸一口气，这么诡异，不明显有诈？去了包失踪的呀？钟然点头，然后合上文件看向我。所以这件案子交给我们调查。今晚可以约你看个电影吗？我盯着他那张毫无技巧硬帅的脸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选择。毕竟第7排和第8排的观看位置都很好，多纠结一下也正常。当晚，我和钟然走进了那家影院。电影的开头采用了第一视角，主角似乎是一个刚放假的高中生，正跟几个染着黄毛的同学见面。我倒吸了一口气，呵，居然是精神小伙。可没等我话说完，眼前一道白光闪过，周围顿时天旋地转。再睁眼，我已经站到了几人面前，这就穿进来了。我一脸懵逼，看向身后的钟然，他却抬了抬下巴，意识我看向前面。几个黄毛等得不耐烦，坐在了鬼火上。问你话呢，到底去不去？听说那鬼屋里可是有宝藏，找到咱们后半辈子可就发财了。我一听鬼屋俩字，顿时吓得后背发凉，迅速摇了摇头，不去，坚决不去。谁知几个黄毛嗤笑一声，你不会是不敢吧？不等他们说完，我立刻点了点头。对，我不敢，我是个窝囊废，我胆子太小了，看熊出没都会吓尿。几人把嘲讽的话卡在嘴边，又全部憋了回去。一旁的男孩骂了句脏话，忽然推了我一把，是不是朋友啊？这点面子都不给。我眨了眨眼，忽然抓住他的手，将2根食指对在一起，然后再用我的手掌劈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绝交了。说完，我拉着钟然就往外走。太作死了，这不送人头吗？绝交还不够，现在我们就去退学，然后离开这里。我抬手打辆出租车，把兜里的家当全递了过去。随便去哪儿，离开这座城市。我们来之前，灵异科给我们安装了干扰磁场的设备，倒计时为3天。时间一到，强大的磁场干扰就会破开这种异度空间，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现实。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们不能作妖。可没想到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车子就忽然抛锚了。司机像是 NPC 一样调皮地拍着脑袋，哎呀，车子不能走了，你们只能下去走路了。我沉默地看了眼窗外，明明刚才还是高楼城市，现在就变成了荒郊野岭。还有面前这别墅，不就是刚才他们口中的鬼屋？等我们走近，天空忽然电闪雷鸣，而周围也响起了急促又惊悚的 BGM。就是这样的氛围，要来了吗？可下一秒，声音忽然被打断，试听已结束，请充值开启会员畅听。你们恐怖世界都是这么磕碜吗？我跟钟然推开门躲雨，却见里面已经站着几个人。黄毛看见我们，顿时笑了。哟，不是说不来吗？我懒得理他，往后看了一眼，除了我们3个以外，里面还站着一对情侣和一对姐妹，不多不少，正好7个。看来这就进入电影的主线了。没等我们说话，楼上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动。什么声音？难道还有别人在吗？太吓人了，这里不是早就荒废了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我默默拉开门。怎么办？当然是要，谁知没等我说完，黄毛大喝一声，当然是要去上楼看看，弄清楚是什么东西，就不害怕了。我一阵无语，当然是要离开这里啊，大哥，不作死就不会死啊。可大家的脑袋似乎都不正常，居然同意了黄毛的提议。于是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就这么挤在了不足10平米的小阁楼里。这里除了杂物，就只有一个贴着封条的柜子。黄毛张了张嘴要说什么，被我先一步捂住。你不会是要提议撕开那个封条吧？他一惊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，这封条的意义不就是告诉你不要碰吗？中国人无所畏惧，唯独怕沾染晦气，这种东西我在路上碰到都要跨火盆，默念2声阿弥陀佛，你就非要作死吗？可不等我阻止，另一对情侣已经走了过去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好吓人！那女孩一阵惊呼，扑到了男友怀里，顿时引起了对方的保护欲。坏封条，居然敢吓害我的宝宝，看我不撕了你！我眼皮抽搐，
沉默片刻，转身掀起了钟然的衣服。天哪！让我撞死在8块腹肌上吧！封条撕开的瞬间，一阵漆黑的烟雾笼罩到整个屋子上空，最终形成了一个可怕的人形。那怪物浑身漆黑，没有五官，却让人有一种被紧盯着的感觉。这下怎么办？一旁的女孩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扑进男友怀里。要不我们跟他拼了？不，我们应该逃到地下室里，他这么搞肯定下不去。我沉默地看着大家乱作一团，然后默默掏出手机打了110。喂，警察吗？我们这边有杀人犯，身高2米，长相看不清楚，您快来吧。然而那边信号断断续续，随即边说现在大雨封路，我们明天才能过去，你们一切小心。我推开窗户，看了眼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钟然拿开了电话，叹了口气，没用的，这里是电影世界，在恐怖电影里，警察永远都在路上，我们还是按照剧情要求往下走吧。这时楼下也有人大吼，大门被反锁了，我们都出不去了。周围顿时乱作一团，黄毛却满脸兴奋，这些跟传说的都一样，看来宝藏果然在这里。另一个男生急了，都什么时候？你还想着寻宝？黄毛毫不在意，你们怕死就好好待在这里，正好没人跟我抢。他说着一溜烟没影了，剩下的人都集中在大厅里，我和钟然则是四周调查有没有前几个失踪者的痕迹。呜呜，好可怕！这里好黑，好阴森，好想回家。我听着周围断断续续的抽泣声，抬手打开了灯。现在还黑吗？几人一阵沉默，那女孩却尖叫着捂住眼睛。可是这样会看到怪物的，人家怕。不知道何时，那团黑影居然跟着我们下了阁楼，像个雕塑一样站在门口。我盯着看了会儿，然后绕到卧室，打开了满是灰尘的衣柜，给她戴个假发，再穿个裙子，再来套比基尼。恐怖的怪物就这样变成了畸形老嫂子。现在害怕吗？她嘴角抽搐地看我，缓缓摇了摇头。不怕了，就是有点恶心。我刚要转身，却见钟然对着我招了招手。就在书房的柜子下，他捡到了一个学生证，属于那7个失踪者的其中一个。他们来过这里，但钟然看了看后面散落的另外几张证件和贴身衣物，神情严肃。他们应该是没能走出去。我倒吸了一口气，刚想再走近看看，头顶的灯却忽然黑了下去。跳闸了吗？几秒后，灯光重新亮起，大厅里却传来了刺耳的尖叫：救命啊！死人了！等我跟钟然赶回去的时候，大厅中间放着黄毛的尸体，心脏中刀，额头上还被刻了2个大字：贪婪。罪罚已经开始了。钟然脱下外套盖住了黄毛的脸，慢慢从他手中拿出了一个笔记本，是本日记。日记的时间在10年前，5个强盗为了躲避追捕，带着不计其数的财宝来到这里，绑架了原本住在这里的一对夫妇。然而在分赃的问题上，几人却出现了争执。等7天后，一直敲门的邻居不见回应，才报警打开了房门。在别墅内的5名强盗和那对夫妇全部都离奇身亡。记录日记的是最后一个死去的强盗，他声称自己一直在地下室昏睡，并不确定这几日发生了什么。等他醒来时，就见同伴浑身是血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他砍过来，并且锁上了地下室的门。他伤口一直在流血，只能选择临死前记录下这一切，以及那些财宝的位置就在别墅的，可后面的笔画却变得潦草，似乎是主人已经咽气。但10年前的确有过这样的报道。那对姐妹举起了手，震惊地瞪着眼。新闻上说丢失的是黄金和钻石，加起来价值好几个亿呢。一听这话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。这些钱足够所有人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可我们现在都要死了，要钱有什么用？身后忽然一道声音让大家回过神来，是那对姐妹中的妹妹。她脸色白得吓人，身材也极其消瘦，戴着一顶厚厚的针织帽。一旁的男人皱了皱眉，忽然冷不丁问：你大夏天戴这种帽子不热吗？那女孩吓得往后缩了缩，顿时被她姐姐护在了后面。要你操心，管好自己吧。你这么冲干什么？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？眼看2人就要起冲突，我跟钟然赶紧挡在中间。别吵了，现在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生死攸关的时刻就不要拌嘴了。当务之急是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我看向客厅中的怪物，此刻依旧穿着滑稽的衣服，手上的姿势却改变了，举着双手好像握着一把刀。黄毛被杀是因为触犯了10宗罪中的贪婪，可这怪物一直在大厅里，怎么杀的人？那对情侣哆哆嗦嗦地走了出来。当时灯光闪烁了几秒，我感觉一阵风从我面前划过去，我心中升起一股可怕的猜想，把大家都拉到了距离怪物最远的位置，然后走到了开关前。如果怪物只在黑暗中行动，那几秒的时间就杀死了黄毛，并且拖到大厅里。他的速度也太快了。深吸一口气，我猛地关掉灯光，又用最快的速度打开。灯光亮起的瞬间，我看到那怪物像是残影一样朝我冲过来，身后一阵尖叫，我被钟然猛地拉到怀里。那怪物已经瞬移到了我面前，几乎碰到我的鼻尖。众人四散逃开，钟然推开我，拿起一个手电筒对着怪物，重新关掉了灯。我心脏跳得飞快，看着那怪物纹丝不动，
才松了口气。光能限制他的行动，我们只要轮流换人，用光对着他，就能维持大家的安全。那其余人是不是就可以自由行动了？这别墅可大着呢，翻一遍估计都要好久。那对情侣跃跃欲试，却被一旁的姐妹翻了个白眼，就知道宝藏这么危险了，还只想着钱。那男人一听就气了，转头便回怼：你不想要钱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可别说是玩大冒险。那姐姐的脸顿时就涨红了，看了一眼生病的妹妹，慌忙解释：我只是带我妹妹散散心，路过这里躲雨而已，你乱说什么呢？好好好，当我乱说，不过看你妹妹这病也需要花不少钱吧。眼前又要剑拔弩张，我赶紧挡到中间，钱和命一样重要，能白捡钱为什么不要？不如我们2人一组，轮流看守怪物，其他人就可以去找宝藏了。我和钟然也可以去寻找失踪者的下落，或是找到销毁这个世界的办法。反正那些宝藏我也带不出去，否则怕是也把持不住。然而一番调查几乎一无所获，除了仓库存放的零食罐头还没有过保质期。被困在这里已经4个小时了，错过了饭店，大家都有些饥肠辘辘。然而那对姐妹却有些犹豫。我生病，不能吃这些东西。那女孩垂着眸子把东西推过去，姐姐，给你吃吧。那女孩顿了顿，立马接过来塞到了嘴边。我跟钟然无暇顾及这些，接着去地下室查找线索。根据日记本的内容，当初最后一个死亡的强盗就是被反锁在地下室里，但尸体肯定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我们也只能按照地上残留的血迹找到大概的位置。只是这是什么？钟然忽然叫住我，用手机在地上扫视了一圈。除了血迹外，地上还有一些其他的红色痕迹，倒像是刻意画上的油漆。等站远了看，反而更像是一个图腾。灵异科的档案里有记录这种图案的意义吗？我转头问钟然，却见他脸色铁青。这是一种灵异法阵，用来让濒死之人献祭的。献祭？你的意思是那个最后死亡的男人其实被人献祭了？他点点头，接着说道：献祭者在生前需要有非常大的执念，死后这种执念变成形成一个没有五官的人形，完成死者生前没有完成的事。我听着，忽然想起大厅中的怪物，难道他就是当年最后一个死者？所以他的怨念留到了现在，把我们当成了当年互相残杀的同伴，所以才想报复我们。我又翻出日记里的话，仔细阅读关于几人遇害的记录。最后的幸存者被找到时，就看见同伴浑身是血，发了疯的问自己还有没有藏金子，并且他的脸上刻着贪婪2个字。我想起黄毛的惨状，心中有一个可怕的猜想。这么看来，怪物报复我们的顺序很有可能是当时几人倒过来的死亡顺序。贪婪的下一个是什么？我继续往前翻了一页。那名幸存者被刺杀前，原本打算出去吃点东西，但厨房的门虚掩着，一个同伴倒在桌子旁，嘴里正源源不断的出血，染红了一旁的食物。也就是说，下一个要被杀的人，很可能是七宗最终的暴食。我猛地放下日记，往大厅跑。不好，现在还在吃东西的人只有一个。可下一秒，周围忽然变得一片漆黑。不要动！钟然猛地拉住我，后背紧贴在墙角，用手电筒阻挡着周围的黑暗。四面八方任何找不到的地方，都很有可能成为怪物出没的方向。我吓了一跳，拍了拍他的后背。别那么紧张，不是还有人在看守吗？别说话。他紧抿着唇，意识我往外看。你没发现吗？大厅的灯已经灭了。几乎一瞬间，我背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大厅里哪还有一丝灯光？手电筒的光亮早就消失了。那个怪物也已经开始活动了。我死死地屏住呼吸，眼神扫视着各个方向，吓得双腿发颤。几秒后，灯光亮起，一切平安。我来不及缓口气，迅速地朝着大厅跑，刚出门就撞上了赶回来的情侣。果然，只剩下那对姐妹。一声尖叫传来，瘦弱的妹妹正抱着手电筒坐在血泊里，而地上躺着的是嘴里塞满食物的姐姐，而她的头上赫然刻着暴食2个字。一切都对上了。那女孩爬过去，忽然就开始撕心裂肺的哀嚎：姐姐，是我害了你呀！我没想到手电筒会忽然没电，是我没有检查好，死的人为什么不是我呀？她哭得接近干呕，钟然赶紧过去把人拉起来，剩下的一对情侣也立刻找了毛毯把尸体盖上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这件事不是你的错。我拿起手电筒拍了拍，果然没电了。周围的血腥味越来越浓，剩下几人的脸色也都一阵惨白。手电筒只有一个，没电了，就意味着没办法一直看住怪物，他就可以随时杀人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说不定下一个死的就是我。那对情侣中的男人忽然暴怒，猛地把周围的东西都推倒，不断地砸着，钱没找到，我们还有可能死在这里。袋子里的罐头都散落在地上，还掉出了一个小拇指大小的东西。我心一紧，赶紧走过去，用脚踩住。那居然是一块电池。我转头看向那个哭到几乎昏厥的妹妹，手中还拿着那个手电筒。钟然在大厅找到了一个铁桶，又把能点燃的东西塞进去，只做了一个简单的火炉。大家围坐在旁边，万一灯光熄灭，也能保证怪物在靠近的时候，因为火焰的光芒而停止动作。这个办法也是死马当活马医，不
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我说着，朝着那女孩伸了伸手。刚才我在地下室看到有备用电池，你把手电筒给我，我去换一个新的，说不定就能接着使用了。她脸色一白，却忽然握得更紧了一点。不用了，既然是在我手里出事的，那就让我来换吧。那怎么行？一旁的情侣也出声了，这中途的路可不短，你身体不行，走得那么慢，万一路上灯灭了怎么办？我看要不，那情侣中的女孩眼睛一转，抬手指了指钟然，要不让他去吧。然后她紧张地站在原地，依旧不肯松手。你在害怕什么？我心中的猜想越来越大，不想再浪费时间，直接冲过去，把手电筒抢了过来。打开的瞬间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，里面只剩下了一节电池。那对情侣顿时就瞪了眼。你不是说没电了吗？这电池呢？当初给你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少了一块电池？怪不得不亮了，原来不是没电，是少了电池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那男人越说越气，居然直接揪住了他的衣领。电池呢？我问你电池去哪了？那女孩紧紧抿着唇，一句话都不肯说。我拿出脚下一直踩着的半截电池，重新装了回去。电池在食物的袋子里，是你藏进去的吧？我看着他苍白的脸，只觉得毛骨悚然。你为什么要抠掉电池？是这样才害死你姐姐的，不是吗？还是你从一开始就是故意的？没等我说完，那男人已经提高了嗓门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你这是故意害死你姐姐呀！你就是个杀人犯，亏他对你那么好，真是个白眼狼。眼见越说越起劲，那女孩却忽然哭了出来，泛红的眼眶死死瞪着我们。我就是故意的，怎么了？对我好？他要真的对我好，怎么不替我得病？凭什么他身体健健康康，我就要得病，连饭都吃不了？他越说越起劲，凹陷的脸颊宛如厉鬼一样大吼。明明我1年都没吃过正儿八经的饭了，凭什么他可以吃得那么香？既然他对我好，那就比我先死啊！先下去陪我，也好让我不那么害怕。钟然把我拉到身后，那对情侣也显然震惊到说不出话。你简直是疯了，太可怕了，你比那怪物都可怕。谁知那女孩却忽然拿起了水果刀，慢慢地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我知道我是白眼狼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，与其接着掏空父母，还不如换大家一个解脱，别冲动。我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这一天已经死了太多人，况且眼下正是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，不能再有同伴死去了。你冷静一点，如果找到宝藏，你的病肯定可以治好的。对呀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行不行？另一个女孩也站出来，急得不断挥手。你们别过来！她吓得紧闭双眼，忽然发疯似的挥舞刀子。只听一阵尖叫，那刀子居然划过了另一个女孩的脸颊，顿时在脸上留下了一道血印。我的脸，我的脸啊！那男人顿时就急了，转身便怒气冲冲地逼近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居然敢划伤我家宝宝的脸！赶紧把刀子给我！你这个杀人犯还敢在这里伤人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他抬手便抓住的女孩的衣领，一巴掌掀翻在了地上，刀子飞到了一边，钟然迅速地踢开。这不就完了吗？瘦得跟他妈猴子一样，还在这里威胁谁？那男人说着，又啐了一口唾沫，转身去查看女友的伤势。可渐渐的，我们发现不对劲了。那女孩倒地之后，似乎就没再动过了。我脊背一阵发凉，赶紧走过去晃动她，可依旧没有反应。等把人翻过来后，钟然立刻把我拉开。只见他脖子处赫然一道刀口，正好在大动脉上，整个胸前的衣服都被血染红。那男人顿时就瘫软在地，不断的解释：“这不是我干的呀，我刚才就给了他一巴掌，那刀在他自己手里，是他自己没拿稳划到了而已。再说他本来就要自杀呀，我是为了阻拦他。”我和钟然也没想到这个结果，刚准备给他盖上衣服，就忽然看到他的脸上凭空浮现了一道血痕，一笔一画的浮现出2个字：妒忌。这下所有人都懵了。从上一个死者开始，所有的凶手都不是那怪物，而是人，而那字迹也是死亡后凭空浮现的。怪物杀人是假的，互相残杀或许才是真的。而黄毛的死我们都没看见，说不定凶手也不是那怪物，可是我们之中的一人。我闭上眼，开始仔细分析来到这里的所有行动。这里总共4层，楼上2层，地下室2层。一开始黄毛去了第1层地下室，之后他的尸体就在大厅被发现。后来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和钟然去了第2层地下室，而那对情侣去了第1层，那对姐妹则留在大厅。不对，有点不对劲。按理说黄毛已经调查过第1层地下室，为什么情侣2人又一次去查看？而且似乎从分头行动开始，他们就一直围绕着那里调查，根本没去过别的地方。我悄悄躲到钟然身后，看着那男人：“是你杀了黄毛吧？”那男人一愣，立刻竖起了眉毛：“你胡说什么？小心我告你诽谤！”可他身后的女友却明显慌张了起来，不自然的表情出卖了他。我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杀他？你现在不用再演了，即便你没杀他，我们也不可能和平相处了。那男人停顿了一会儿，脸上才忽然露出阴冷的神情：“杀又怎么了？大家不都是来寻宝的？少一个人就少分一份。”
我忽然想起进来时黄毛嘟囔着电影里的宝藏都藏在地下室，难不成就是这句话被他听到了，所以才先一步灭口？那男人看着地上的匕首，正要弯腰，钟然直接一脚踹过去，重新踩住了匕首。那男人摔了个人仰马翻，也看出我们并不好欺负，便喘着气站起来。现在离天亮没几个消失了，我们也没打算赶尽杀绝，反正也走不出去，咱们互不打扰，谁先找到宝藏就是谁的。说完，他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，拉着女友去了楼上。我和钟然重新回到了地下室。到现在为止，一直有一件事我们弄不明白，既然人都不是怪物杀的，那他为什么要一直靠近我们呢？我和钟然对视了一眼，默契地点了点头。要想知道，或许只有一个办法。我们看了看头顶的灯，默默地走到了开关处。关闭的瞬间，周围陷入一阵黑暗。大厅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快速穿过，地上的东西乒铃乓啷地响起来。那脚步声越来越快，几乎瞬间就到了我们面前。我吓得双腿发软，紧紧地抱着钟然，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结实的胸肌上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那脚步声已经停在了我们面前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却觉得耳边像是被什么东西凑近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了一句沙哑到不像人类的声音：离开这里，阻止这场诅咒，不要再有人来到这里。我要怎么阻止？当年都发生了什么？然而周围变得一片死寂，没有任何回答。又等了一阵，钟然打开了灯，那怪物就安静地站在我身边，刚才的话像是幻觉一样。没等我跟钟然分析，楼上忽然传来一阵巨响，找到了，居然是真的。我们赶紧上楼，就见那对情侣正兴高采烈地欢呼着，而他们面前是最开始封锁怪物的柜子。此刻里面破开了一个洞口，而手电筒扫视过去，居然是闪闪发光的珠宝和金子。原来真的有宝藏，而且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怪物的身后。那男人看见我们，顿时警铃大作：你们干什么？这东西是我们发现的，不可能分给你们一点。我赶紧退后几步，双手举过头顶。我们不要金子，只是来告诉你，小心诅咒。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在重复当年的事情，我们会互相残杀一个不剩。放屁！那男人见我们没有带武器，转头开始把里面沉甸甸的金子搬出来。那些人当我们财路，自然要杀，你们只要学聪明点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他搬了好几袋子金条出来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转头埋怨女友：宝宝，你没见老公累成什么样，都不知道帮帮忙。那女孩吐了吐舌：老公最棒了，我力气小吗？看着他慵懒的模样，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猛地大喊：小心！我们的死亡不一定是他杀。可我话音刚落，那柜子因为被打开挪动太久，早就重心不稳地晃动，如今居然一歪，直直朝着那女孩砸了下来。砰的一声，所有人都傻在了原地，鲜血源源不断地冒出来。那男人猛地冲过去，使劲搬动着柜子。宝宝，你说话呀！宝宝坚持住，老公这就去救你。钟然也立刻走过去，帮着一起搬起柜子。我呼吸颤抖，缓缓蹲下身子，然后猛地捂住了嘴。不用了，他已经被压扁了，而且那颗破碎的头颅上也逐渐浮现了2个字：懒惰。这个诅咒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，永远都不会有终点。接下来很快就该我们了。没等我抬起头，钟然忽然从后面抱住了我。小心！他一阵闷哼，我才看到那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举起了匕首，狠狠地扎在了他的肩膀上。都是你们！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宝宝陪葬！听着如此霸总的发言，我头疼欲裂，扶起钟然就往外面跑，跌跌撞撞地躲到隔壁，迅速地反锁了房门。那男人在外面疯狂踹门，最后咬牙骂了一句：等我去拿锤子，你们死定了！我赶紧扶住钟然，看着他肩膀的血迹，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。你干嘛救我呀？我又不会死。现在怎么办？你受伤了，打不过他，我们怎么办啊？钟然看了眼墙上的钟表，猛地抓住了我的手。还有1个小时，警察就来了。一会儿开门的时候，我拖住他，你快走。我赶紧摇头，我不能抛下你一个人，还是我拦住他，你走吧，反正我也不会死。说着说着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。对呀，反正我能无限复活，我又不会死，那我怕个鸡毛啊！一个馊主意在我脑海里浮现，我赶紧扶着钟然到床边坐下。接下来还剩3条罪罚：暴怒、傲慢和色欲。暴怒肯定是那个男人，而剩下2条则代表着我们。我摁住钟然，忽然开始说：别怕，反正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们是不会死的，我们只是旁观者而已，是来解救他们的，我们就是神，神怎么可能死？钟然顿时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从说出这些话开始，我就代表了傲慢。其实这些话也是我的本意，说出来还有些心虚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或许从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并且嘲笑他们的无能时，就已经开始有些傲慢了。可如果这样想的话，那钟然就只剩下了色欲。难道他对上他直勾勾盯着我的眸子，我莫名的脸颊一红。嘿嘿，那我是不是得说谢谢？没等我歪歪完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巨响，那男人拿着斧子直接劈开了木门。你们逃不掉了！
他说着朝我冲过来，可下一秒却震惊地瞪大了眼，因为我正赤手空拳，张牙舞爪地朝他扑过去。来呀，杀了我呀！下一秒，我的脖子一阵滚烫，源源不断的血往外流。临闭眼前，我只看到那男人无措的脸。不是，这是碰瓷啊！这一次，我在失去意识时努力地告诫自己，一定要快速醒来，一定要快，不然钟然就危险了。所以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那男人还没来得及抬起斧子，就直勾勾地对上了我的眼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我看到他眼底从愤怒到错愕，最后到惊恐。你怎么还没死？不对，你刚才已经死透了呀！怎么会诈尸？我懒得理他，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对着镜子看了看，脑门上赫然2个字：傲慢。成功了。只是我的伤口还没复原，脖子露出阴森森的白骨，走了几步，头几乎要晃掉。我拿手扶了扶，然后迅速冲到钟然旁边。快，到色域了，快把腹肌露出来。他一愣，嘴角抽搐起来。愣着干嘛？这是唯一活下去的办法了。钟然看着我几乎要掉落的头，有些绝望地闭了闭眼，有种被视线和身体都被侵犯的感觉。话虽这么说，可他还是乖乖地掀起了衣服。我一眼不眨地盯着，在心底默默地给那怪物说了句谢谢。临死前能吃到如此国宴，是我的福分。一咬牙，我便开始在他腹部游走起来，摸的那叫一个爽。直到钟然耳朵尖红了个透，肩膀上的伤口都开始飙血的时候，终于拉住了我的手。够了，你浑然天成，不需要再表现了。这话有点刺耳，但我引以为傲。我满足地拍了拍手，转头看着那男人，好了，快杀了我吧，不然我要先一步幸福地死掉了。他早就被吓傻了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于是我走近了几步，把还没恢复好的脖子伸过去。需要我叫你吗？往这里砍，这次用点力哈。下一秒，他忽然尖叫一声，丢下斧子就往外跑。有鬼啊！救命啊！我被这句话吓了一跳，这可是恐怖电影，什么鬼怪都能出现。于是我赶紧追上他，从后面死死地抓住。你别吓我呀，鬼在哪儿啊？他嗷嗷大叫，转头对着我就开始疯砍。我高兴地直拍手，对，就这样砍我，用力用力。直到失去意识前，我看见他两眼一翻，居然直接笔直地栽下去了。嘿，你怎么还走我前面了？等再醒来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只剩下了钟然，他正帮我擦脸，脸色白得吓人，似乎是刚吐过。看来还没适应我复活的惨状啊，辛苦了。他指了指头顶的钟表，时间只剩下10几分钟了。我刚才试过了，门可以打开了，诅咒已经结束了。趁警察来之前，我们快走吧。我站起来，却摇了摇头。诅咒结束了，却不会停止。看着那怪物的方向，我毅然决然地走到厨房，提出了一桶油。既然电影无法销毁，那就把电影里的东西销毁了。我们把油泼在每个房间，然后扯下窗帘点燃。不到5分钟，这里就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我们走吧。钟然拉住我，推开房门往外走。可下一秒，我们就出现在了电影院的厕所里。我们居然回来了！在现场的同事看见我们，彻底松了一口气，不停地拍着胸口。我们一直按照你们的意见，没有进入电影院过。可是刚才播放的仪器忽然自燃了，火刚刚扑灭，我们还以为你们回不来了。我跟钟然沉默地低下头。我们是回来了，可那些失踪的人却没能带回来。队长，外面忽然一阵呐喊，一个警员冲进厕所，那些失踪的人找到了，就在电影院里，他们说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人没受伤。我跟钟然对视一眼，彻底松了一口气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观察电影院了1个月，没有再出现过任何灵异事件，而那盘莫名其妙出现的录像带也被损坏，只剩下一个画面，一幢被烧光的别墅和里面出现的大量金块。诅咒彻底结束了。我跟钟然提交了报告，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八卦，所以七宗罪真的会致命吗？钟然拍了拍我的脑袋，没有完美的人，但如果7宗罪的任何一条被无限放大，盖过我们的理性和判断，那就是致命的。他说着瞥了我一眼，用手遮住我直勾勾的眼睛。所以请收回你下流的眼神。什么？你居然说我色？我小跑着追上他，却听到身后同事的呼喊，有新案子了，谁要来？